十字过，十字过，不要啊！有机会，直了，拉直了，啪！他是中国退役的特种兵，一招倒立十字锁技震撼全场，瞬息间就将对手手臂拧断。欢迎来到阿杰说拳击，我是你们的阿杰。这位特种兵正是来自辽宁的金刚战警樊荣，他曾是特种兵中的精英，如今虽已退役，但樊荣并没有懈怠训练，之后成功进军综合格斗，并且成功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中量级运动员。这次的对手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哈萨诺夫，此人体格强壮，拳头犹如狂风骤雨，他的胸毛如丛林般浓密，因此拳迷戏称他为狼人。然而樊荣并未被哈萨诺夫的气势所吓倒，在部队时的素养让他不可能拒战。话不多说，希望观众老爷们伸出发财的小手点个赞。阿杰在这里祝大家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哈萨诺夫攻势如潮，不断出拳试探樊荣。然而部队出身的樊荣使他在距离的控制上游刃有余，他以稳健的步伐和精准的刺拳与哈萨诺夫保持着微妙的平衡，在军营磨砺出的冷静让他在任何局势下都能保持清醒，步步为营，绝不给哈萨诺夫可乘之机。主动的要压制对方。樊荣在场上的擂台解读能力很好，对，他对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，应该怎么做，心里面很清楚。樊荣呢，今年是25岁，身高是1.83米，臂展呢是1.85米，而他的对手索勒哈今年已经29岁，1.78米的身高，1.77米的臂展。我感觉索勒哈的战力也一般，刚才的扫踢感觉非常的犹豫啊，有一些软。哦，一个摆拳是靠这种重击来打。是，樊荣最近应该是增强了自己的这个站立技术啊。尽管双方仍在试探阶段，双方既然能在一个擂台上比赛，实力必然相当。而且大型比赛中，每一记拳脚都可能决定胜负，一招不慎就可能会被直接 KO 带走。哈萨诺夫的假动作频出，看似下前抱摔，实则隐藏着顶膝。然而樊荣早有准备，他的反应速度和防守技巧让哈萨诺夫的攻击瞬间化为泡影，迅速拉开距离，防止了哈萨诺夫的进一步攻势。这两个人一直都还是处在这个互相试探的这个阶段。对，这个索勒哈的边角一直让索勒哈出刺拳啊，这个樊荣的边角一直让老师进拳啊，一直让他点一点进去。这个上勾和平勾都没有打到。两个人目前呢，在战力方面移动步伐也都是比较敏捷的，都没有太好的机会直接的进入地面，注意力他还比较集中。对，擅长地面缠斗的樊荣，避免与哈萨诺夫的战力对决中过度纠缠，借助重拳的掩护下，樊荣迅速逼近的哈萨诺夫内围，紧接着施展下前抱摔，并且成功锁住哈萨诺夫的颈部。但是哈萨诺夫也不是吃素的，硬是顶住樊荣进攻。尽管头颈被樊荣锁住，也让樊荣做不出更多的进攻动作。然而樊荣绝不松懈任何一个攻击机会，先是凌厉的顶膝冲击，紧接着将哈萨诺夫拖入地面缠斗，并且成功拿到优势位置。他的地面技术看来是一般的，没错，但是力量不错。对，樊荣做了身体三角，脚上的扣搭好了，但这个裸脚应该没了。樊荣的左手不能浅，对。好，拿背了。刚才其实差一点掉了。又一次进去，这个不行，没有，不行，太浅。樊荣要调整一下自己胯部的位置。击打对方的腹部，对手还是在还击。现在对方一旦陷入地面缠斗，便是樊荣的领域。樊荣不仅牢牢控制住哈萨诺夫，还成功拿到裸脚位置。但哈萨诺夫也毫不示弱，紧握樊荣的臂膀，是要阻止樊荣的裸脚进攻。双方在地面焦灼着，长时间的地面缠斗对体力的消耗是巨大的，每一分体力都至关重要。一旦一方体力耗尽，后果将难以预料。胯还需要往自己的左上侧再移一点。直接升药了，直接来呀！打好这个扣了吗？我们看看，没有打好，但是升药了，拔脖子了啊！这个比较难，对力量要求比较高。
你腰上这个位置就其实是差了一点儿，对，这手臂这就不够，就差一点的时候这角度就少了，力臂差一截儿。樊荣现在这是要生吃对手了。不断的给对手砸击啊，然后破坏他的节奏，然后找着机会就开始往里打扣。樊荣这个时候应该就常规来说应该不得不承认，哈萨诺夫的实力超群。面对樊荣的攻势，他不仅抵挡住了，还巧妙地捕捉到樊荣的破绽，成功拿到樊荣的骑乘位，形势瞬间逆转。打拳！我刚才那个地面砸拳，我感觉一身冷汗啊，真是啊，差半寸。对。属于在这个空中啊，加上重力加速，直接一个拳落下来。对，刚才其实樊荣是，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不舍得的刚才那个位置？对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樊荣深知不能再保留力量，开局就冲向哈萨诺夫，并直接下前抱摔哈萨诺夫。然而哈萨诺夫反应迅速，身体重心放低，以连续的重拳和袭击反击。但执着于地面缠斗的樊荣无视危险，顶着压力逼近哈萨诺夫内围。显然樊荣志在必得，非要将哈萨诺夫拖入地面缠斗。舒展程度非常好，哇，就是巨兽之战的感觉。是上高，樊荣中了。樊荣的后手抡的太大了，这个樊荣爆，哎，被对方听到了。樊荣要怎么做？好，要做对方的左手了。哦，对方是有一没有空间，对，是搭在这个绳圈上的，没空间了。好，还是要做，樊荣可能还是要做。樊荣在场上打，我发现他也是一特执着的人。对，就选择完之后必须得尝试有点效果啊。对，必须得尝试，必须得有效果。这个太靠笼边了，那要回到同一个。由于两人的位置过于靠近擂台边缘，裁判不得不介入，将他们重新拉回擂台中央，维持初始的对峙。显然，哈萨诺夫的地面缠斗技巧相较于他的站立对决显得逊色许多，即便压制了樊荣，但也无法施展太多的进攻动作。反观樊荣那坚实的地面控制力，牢牢紧锁哈萨诺夫的手臂。由此看来，樊荣的地面技术是有多么强大。这正是樊荣敢于将哈萨诺夫拖入地面缠斗的底气所在。要求两位选手重新要回到场地中间，给他们更多的空间。对，然后复制刚才的体位啊。对，樊荣这个时候如果想像他想象的一样去布置三角锁，我们看他在推对方的手脚布置三角锁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胯再往外挪一挪。是，现在的这个位置等于把自己箍在地面上是做不成的。对，就没有发力的这个空间了。当然了，对方的力量也很大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。要勾，找机会。做三角，胯太远了，中了一拳。还想往上翻，十字过，我们看。十字过，不太容易有。三角脚又被甩开了，过腿了。啊，樊荣回来三角，又被推开，实际上太滑了。是。樊荣。你看，应该是有一位选手的护齿掉了。但是应该是俄罗斯选对哈萨诺夫的。双方陷入了持久的地面缠斗，体力消耗极快。但樊荣即使在劣势下，依然能展现出令人意外的反击技巧。然而受限于体能约束，哈萨诺夫成功的挣脱了束缚，但这并未阻碍樊荣持续进攻的决心。他的攻击如同变魔术般变幻多样，十字固、三角锁，甚至断头台，任何可能的机会都不愿错过。想做象臂王手，把腿直接伸拽过去，是往外拽。樊荣，这个典型的象臂王手的布置，我们看自己的左手是顶在对方的脖颈上面，这样对方是很难抬头。护齿还掉在地上，但是裁判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干涉选手。这个时候是会破坏他们两个人的节奏的。对，樊荣胯。第二回合时间所剩不多，樊荣始终承受压力，
但他并未因此乱了阵脚，保持着比赛的节奏。胜负并非只看压制力，而是看能否终结对手或迫使对手认输。表面上哈萨诺夫看似主导了局势，但实际上樊荣并未受到太多重击，反倒是哈萨诺夫在无谓的缠斗中损耗了大量体力。在地面缠斗中，体力的较量是决定性的，一旦无法直接获胜，对于后续的行动就只会徒增消耗。我们看罗岳老师已经给布置了，要进攻对方的腿了。对，他的战术布置是要做蝴蝶防守，锁对方的脚。对，直接把对方踢起来，然后转过去，应该是这样。翻过来，胫骨脚吗？没有，三角脚又做了一次，对方还是逃出来了，中了2拳。锁脚了，锁脚了，吸十字弓。对方重心做的太稳了，没有了，是没有，这个应该没有了。还是没有啊！对方的防守真的是还是很严密的，而且这一回合樊荣还受到了几次重击。对手在整个进入到上身位之后呢，有几次砸拳还是影响到了樊荣。没错，我们现在看的这是这一回合的慢镜的回放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憋屈已久的樊荣犹如猛狮出笼，毫不示弱地挥洒猛烈的重拳，直击哈萨诺夫的防线。哈萨诺夫猝不及防，一时之间陷入了被动。然而哈萨诺夫并非一羽之辈，瞬间调整了战斗姿态，再次施展下前抱摔，并成功将樊荣带入地面缠斗。反观樊荣原本预设的反击计划落空，但依然非常冷静。樊荣紧紧锁定哈萨诺夫的手臂，企图控制哈萨诺夫的手臂，避免遭受哈萨诺夫的重拳攻击。小心！逃回了半防，但一直以来，樊荣即使拿到了开放式防守或者蝴蝶防守，对方的这个对于缠斗技的防守还是很严密的，一直的我们看到樊荣多次呢想布置战术，并且呢也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对手呢都是破了樊荣的这个布置，对，提前预料到了。樊荣现在的动作要怎么做？那我们看哈萨诺夫的地面战术显然较为单一，除了基础的简单压制，就没有其他攻击动作。但哈萨诺夫的优势明显，既然在地面缠斗中占不到便宜，选择站起身子，紧接着就挥出一记大力下劈直击樊荣。若哈萨诺夫的臂展再长一点，那一拳可能直接命中樊荣头部。然而樊荣并未就此屈服，他寻找着反击的契机，试图以锁技终结比赛。可怕了，这个要多砸几下就晕了。三角脚，太滑了，这是身体上的汗还是比较多，天气比较热。那刚才那下想起了谁嘛？想起来《隋唐演义》里程咬金的3板斧头一招劈脑袋。对，这上来就抡圆了，就这一下。对，这个其实在近代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里，综合格斗的比赛里边还是很少见的，因为这个破绽也比较大。对，因为他的身体律动也大。对，一旦你抡不到对方，就很危险。现在呢，两个人还是在这个绳脚边上啊，僵持的。我有一拳，做腿了。站起来就有机会了。刚才蹲在地。尽管樊荣试图抓住哈萨诺夫的手臂，但哈萨诺夫如同铁壁，坚决不让步。面对这种困境，樊荣并未显露出一丝焦急。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从容应对，即使无法立刻突破，他也懂得如何在僵持中保持平衡，同时借此恢复体力，与哈萨诺夫在地面缠斗中焦灼对峙。掰过来。回到拳防手，小心啊！对方地面砸拳很凶的。是，拳防正好给对方一个测量距离的尺子。对，反正在这个位置，我只要抡拳，一定能打到你。坚过腿木村，看这下有没有啊？这个成功率不高。成功率不高，已经转过来了。
有机会啊，还是逃脱了，太滑了。三角脚，这脚上的扣没搭住。在激烈的地面缠斗中，哈萨诺夫显然不具备决定性胜局的能力，只能再次起身，又是用一记猛烈的下劈攻击樊荣，依旧是臂展不够的原因，让哈萨诺夫只能击中樊荣的身体，而非要害。尽管攻势凶猛，但对樊荣来说，这样的力道尚可抵挡。双方此刻陷入了相同的困境，哈萨诺夫试图压制樊荣，却也在无形中限制了自己的行动，而樊荣也是无法挣脱哈萨诺夫的束缚。对。这个很容易对拳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，那个力量太大，对，力量太足。哎呦，小心，应该是没有。这么糙的缠斗技术，我觉得樊荣不会中啊。樊荣已经这个大量的时间在被对方压制。对。哈萨诺夫因持久未能锁定胜局而渐感焦虑，不仅被樊荣挣脱了束缚，反而落入了被动。樊荣抓住机会，施展了一记迅疾的倒立动作，仅仅数秒间便折断了哈萨诺夫的手臂。裁判见状，立即终止了比赛。让我们通过慢动作回放，见证樊荣如何在逆境中实现逆转。又是一次逆转！哇，没想到！对，我们看到是索勒哈在一个压制的状态，但是最后樊荣找到机会，直接一个十字固。最后，裁判宣布结果，最终的赢家无疑是樊荣。他以降服对手的方式赢得了比赛。有人会说樊荣是凭借运气，但也有人会称颂他的实力。那么，你对樊荣的表现有什么看法？这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你喜欢，请别忘了点赞关注。下期节目期待你的参与。这次赛前由于吃东西的问题，导致上场前我一直在拉肚，因为每一场比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，我也非常珍惜。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拼到最后。